问谁是纽北跑得最快的美国量产车？没错，就是你在画面中看到这台来自通用集团旗下的科尔维特 ZR1X 跑出了6分49秒275。自从3个月前 ZR1X 把福特野马 GTD 纽北最快美国量产车的名号剥夺后，福特这边是有点火烧屁股了。最近几个月，野马 GTD 又是在纽北引来了一波升级，疑似借鉴了满泰给保时捷做的那套空力套件。不过正式介绍前，还是给不知道 GTD 的小伙伴介绍一下这辆车。它平常是第一辆能达到 Cyber 7的美国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纽北之家。3个月前，汽车人维斯塔潘和克里斯·哈里斯一起体验了野马 GTD。当时克里斯在维斯塔潘去目的地时开的是一辆 RS200， 并给他介绍了这辆车的特点。RS200 的发动机位于后轴，而变速箱却在前轴，然后前轴再有一个分动箱，再将动力传至后轴，这样就实现了四驱。而这样做的意义就能将重量更好的平均分布，达到前后50:50的黄金重量比。而野马 GTD 的精髓同样也继承了 RS200， 它发动机在前方，而变速箱和差速器等传动部件位于后轴，这样就把传统野马前置后驱、车头比较笨重的缺点给解决了。但仅仅这样还不够 ，GTD 搭载了这台5.2升机械增压的 V8， 能爆发815匹马力，其升功率已经超过保时捷 GT3 RS， 这让它0-100加速低于3秒，极速可达325千米每小时。当然，只从老前辈那里学来新法还不够。GTD 还得接入最新的技术，确切的说是福特这10几年来积累的赛车技术。野马 GTD 首先为了减重，学习了福特 GT 赛车的设计思路，全车覆盖件采用大量碳纤维打造。当然，车架还是第7代野马的钢制单体壳车身，轮毂用的是镁合金。虽然官方没有公布确切的车重，但设计目标是干重1.6吨，这对一台有5.2升大 V8 的车来说已经相当轻了。GTD 还有一项技术在量产车上很不常见，那就是后悬挂采用推杆悬架。和量产车上常用的麦弗逊和双叉臂悬架不同，推杆悬架主要应用于 F1 GT 赛车和勒芒原型车当中。推杆悬架最大的优点就是将弹簧和减震器安装在车身上，而不是像麦弗逊一样，弹簧和减震器在轮胎上。因为弹簧、减震和轮胎在一起时，和路面接触产生的震动会更大，那操控也就相对不容易控制。推杆悬架则反之，减轻了很多簧下质量，所以操控性可以做得更好。我们在维斯塔潘试驾野马 GTD 的镜头中也可以看到推杆悬架的工作状态。因为 GTD 的设计师觉得这套东西首次在野马车型上采用很厉害，所以专门给它做了个透明塑料的保护罩，让车主能随意看到这套悬架。除了这些外，在空气动力学方面也很下功夫。车身尾部的大尾翼装备 DRS 系统，能在直道减少空气阻力，提高尾速。车底设计有特殊通道，以引导前轮产生的湍流远离车身，疏通底部的侧流。很难想象这些技术是运用在一台野马身上。福特 GTD 纽北成绩目前有2次，第一次刷出的成绩是6分57秒685，在去年8月刷出，成为当时在纽北美国最快的量产车，同时也是第一辆进入 Cyber 7的美国车。不过第一次天气并不好，赛道半干，所以今年5月份又去刷了一次。同时车辆底盘、悬架动力系统和空气动力学都有微调，才能让第2次圈速直接来到6分52秒072，成为当时纽北量产跑车第4名。后面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也出了科尔维特的 ZR1X 的视频。野马 GTD 的纽北最速美国车称号是被抢走了，那自然福特这边不服气。从最近拍到的照片和视频来看，野马的工程师还在继续压榨这台 GTD 的性能。这台黑色涂装的新野马 GTD 貌似借鉴了满胎的保时捷改装套件设计，配备了后轮空气导流盘以优化气流。尽管尾翼看似沿用了旧款设计，但这台原型车新搭载了前保险杠扰流小翼和更突出的前分流器，以及同样醒目的侧裙。排气这不是什么升级，只是起到消音的作用。轮胎我们可以看到用的是米其林 Cup 2R， 搭配双5伏轻量化轮毂，还有新的开孔发动机盖通风口。难道这台5.2升 V8 发动机的马力还能再提升一些？我认为福特肯定会想办法把成绩刷进6分50秒内，就像保时捷对待小米那样，想把最初4门电车的老大称号夺回来。